最可气的就是晴雯、碧痕他们这几个，也算在上等里头。仗着老子娘的脸面，众人倒捧着他去，你说可气不可气？也犯不着气他们。俗语说得好，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个不散的宴席，谁守谁一辈子呢？不过3年5载，个人干个人的去了，那时谁还管谁呀？你说的这话确实。昨儿宝玉还商量着明儿怎么收拾房子，怎么做衣裳，听起来倒是像有几百年的熬煎。小红是宝玉房里低等级的丫鬟，从这一番话来看，其远见着实却超过了贾宝玉。一个小小的丫鬟怎么会有这样的见识呢？原来这个丫鬟小红是林之孝的女儿。林之孝夫妇是仅次于赖大夫妇的2号大管家，书中也常见赖大与林之孝并称。不过赖大统筹全局，林之孝却是账房的主管，管理家务的贾琏也将许多事交与他办理。林之孝家的老婆则是大观园事务的总负责人。此外，第24回里还介绍说，这对夫妇监管各处房田事务。平日里，他们在主子跟前一直是恭顺低调，谨言慎行，以至于王熙凤误以为他们是一对天聋地哑，锥子扎不出一声来的。其实书中描写这对夫妇的言谈可真不少。第63回里，林之孝家的巡夜到怡红院，既劝导宝玉行事要像受过调教的公子，又训斥丫鬟们别耍钱吃酒，发表了好一通长篇大论。不耐烦的晴雯为此而埋怨他。王熙凤与晴雯的观感完全不同，就是因为他们在主子面前是恭顺的奴才，而在一般奴才面前又摆出颐指气使的架势，其言行恰符半奴半主的身份。书中赖大与林之孝时常并称，但两人的资历与权限都有差异。林之孝的女儿小红只是10多岁的小丫鬟时，赖大的儿子赖尚荣已经外放当官了。赖大走上管理岗位，显然要比林之孝早得多。赖大在府内统筹全局，直接对贾母与贾政负责。贾母有事会唤进赖大来细问端的。第33回里，贾政听说有人跳井，第一反应便是传唤贾琏。赖大问话。在第70回里有一个细节，林之孝开了一个人名单子来，共有8个25岁的单身小厮应该娶妻成房，等里面有该放的丫头们，好求指配。他汇报的对象是贾琏夫妇，再由王熙凤先来问贾母和王夫人，然后再做定夺。林之孝显然拥有人事建议权，但他不能像赖大那样直接与荣国府最高层产生交集。综合书中的描写，可对荣国府事务管理的结构关系做一归纳。事关全局时，荣国府高层给赖大夫妇下达指示，赖大夫妇安排整个管家层实施完成，平时他们则按常规制度做调度，或者贾母等人就一些具体事务指示贾琏夫妇，此时林之孝夫妇协助他们操办，同时也是贾琏夫妇日常事务处理的助理。显然，林之孝夫妇不可越级向贾母等人请示汇报，而贾琏夫妇也不便指挥赖大夫妇。有次王熙凤想增添一个丫鬟，交办的对象就是林之孝家的，而非赖大家的。她还解释道，赖大家的如今事多，也不知这府里谁是谁，同时王熙凤对赖家的人又相当尊重。荣国府事务繁杂却运转有序，这样的管理结构是其保障。长期的上下级关系使林之孝夫妇与贾琏夫妇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，甚至还超越了正常的协助关系。第27回里曾提到，王熙凤比小红大不了多少，小红的母亲林之孝家的显然要比王熙凤大得多，可是她却认王熙凤为干妈。双方结成私密关系是你情我愿的，因为借此都可以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。林之孝直接掌管账房，在账面上做手脚是轻而易举的事，可是要顺利的套出现金，那就得与负责银两支出的银库以及向外采购的买办做好协商，当然也须得给他们一些好处。而既然有这样一条生财之道，林之孝完全可以用这个方法伙同银库买办侵吞关中的钱。尽管每次所得数量不大，但日积月累也可以有不少的额外收入。
王熙凤曾总结过大家族管理中的弊病，其中重要一条便是虚用过费，滥支冒领。倘若账房能严格把关，此弊病的程度至少可减轻许多。可是以林之孝为首的账房怎肯做这种自掘财路的事？账房对其他管理机构并无管辖之权，但各机构为一些经济事务免不了要与账房打交道，这里也有生财的门径。探春在施行大观园分包土地新政时，就想尽办法越过账房，以免被盘剥利润。而林之孝夫妇掌控的又何止是账房？第62回里，林之孝家的委任秦显家的掌管大观园的厨房，秦显家的上任后，立马就悄悄地备了1篓炭、500斤木柴、1担精米，在外边就遣了子侄送入林家去了。同时他又打点送账房的礼。书中没有披露林之孝利用职权究竟聚敛了多少财富，但有一细节可供作推测。第54回里正月里，众人请贾母吃年酒，18与19日分别是荣、宁两府的大总管赖大与赖生，而20日便轮到林之孝了。贾母一出动，王夫人、王熙凤、宝玉及众姊妹多半会跟从。林之孝若无宽静气派的府邸，怎敢向贾母发出邀请？第43回里，贾母对赖嬷嬷等人说：“我知道你们这几个都是财主，这几个中显然应包括林之孝的长辈。”结论很清楚，身为名列第2的大管家，林之孝家同样很有钱，因此他们的女儿有这样的见识就不足为奇了。小红身为管家之女，家财万贯，小时候也必然是娇生惯养，只因为身份低微，只能委身在怡红院做个小丫头，还时常被晴雯、秋雯等人打压欺负。她的父母管理荣府，小红从小耳濡目染，自然了解了一些管家之事。更何况这小红天生口齿伶俐，可以说是既有钱又有才。难怪王熙凤只用了小红1次，就对她赞赏有加，并最终安排她在自己房中帮着管理家事。小红不仅在事业上积极进取，其对待恋爱的态度同样难得的积极主动。她看准了落魄公子贾云，不仅大胆地暗送秋波，更巧妙地设计传递信物，最终成就了一段良缘。贾云是贾家一族的落魄后代，十分穷困，但其身份仍是主子。小红看中的正是贾云的身份人品，而这样富贵奴仆和落魄主子的结合，恰好弥补了彼此的不足。小红与贾云也成了贾家败落后仍然过着不错生活的一对夫妻。